第38章，身是接连下了很多天的雨，夜晚寒凉，林间深处冷意更甚。林书月，他轻声呼唤，停住了。被抓住衣领的陆安海也停在原地，林书月也脚步一顿，是不舒服吗？他语气温柔。陆柯意笑了笑，眼底盛满了细碎的光。谢谢你。闻言，林书月挑了挑眉间，眼里的担心散去不少。拿什么来谢？不知道。你想要什么？陆柯意走到他身边，勾住他的左手小指。想要。林书月看了眼陆安海，后半句话吞进心里。想要你走出阴影，拥有快乐炫彩的未来，想要你不再抑郁，健康快乐的活着。陆柯意以为自己没听清，想要什么？林书月没再回答，而是握紧了他的手。想要你陪着我，相信我。好，陆柯意应下。不多时，三人抵达送暖墓前。陆柯意看着墓碑，鼻尖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妈，我和书月来看你了。他说着，在墓前跪下，用衣袖去擦拭上面的灰尘和泥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陆柯意泣不成声。陆安海坐立难安，他是不会向宋暖道歉认错的，但碍于陆柯意现在的威慑，还有林家这个丫头在，他也不敢离开。林书月上前搂住陆柯意的肩膀，宋姨，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我都会和柯意好好的，不再让他为之前的事悲伤难过。他说着扶着陆柯意站起，接着睨了陆安海一眼。陆安海目光闪躲，不情愿3个字写在脸上。陆柯意和林书月的耐心都告罄。陆柯意一脚踹在陆安海的膝盖处，砰的一声，陆安海跪在宋暖的墓前道歉。陆柯意冷声吩咐。陆安海咬紧牙关，怒气在脸上翻滚，始终不张嘴说对不起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欺软怕硬，面对强者的时候点头哈腰，而面对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弱者，连声对不起都说不出口。陆柯意看着自己眼前这个名义上的父亲，思绪又飘散到很久之前。陆安海也好过的，那时他事业有成，于是疼爱妻子，温和而雅，从不和别人争执。但就是这样人，竟然有一天会打死自己的老婆，威胁自己儿子。可哪有什么永远？世界上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，就是人心都善变。陆安海入狱了，被判了17年，名下的房子车子，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，还了他欠的债。陆柯意彻底没有了庇护。听闻此事的陆奶奶从乡下赶来，弄明白始末后，毫无怨言地将陆柯意养在了膝下。失去了爸爸妈妈的陆柯意获得了奶奶和林书月，在2人的陪伴下，他渐渐走出了阴影。他把林书月视为救赎，一步一步跟着他的脚步，努力学习，走出阴影。纵使相伴路上2人有过许多的不愉快，可命运并没有亏待自己。此时此刻，陆柯意心满意足，他握紧林书月的手，轻声说，我们要一个孩子吧。第39章，山林间的风瞬间清爽起来。林书月露出了近些天来的第一个笑容，他和陆柯意对视一眼，都从彼此的眼里看见了一个完整的自己。陆柯意把林书月视为救赎，林书月亦是如此。他虽然出生在医学世家，但从小到大，林母和林父常年不在家。每次见面时，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考察林书月的医术有没有看完。林书月从来不知道被需要是什么感觉，也不知道自己学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。直到遇见陆柯意，他需要他，他还用生命告诉了自己学医的意义。这算是对我的感谢吗？林书月轻声调笑，宋姨都听见了，你可不能爽约。闻言，陆柯意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在自己妈妈面前说这种事别扭得很。陆柯意故作严肃，林书月立即收了笑，也故作严肃的点头，对，先办正事。陆柯意居高临下的睨了眼跪着的陆安海，你在磨蹭什么？要我动手帮你吗？陆安海的手紧握成拳，眼里闪过恨意，他低下头，
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面蹦。对不起。林书月也抬手按着陆安海的头往下压，说你对不起宋姨。陆安海跪在地上，头磕在地上，重复林书月的话：我对不起宋暖，我不该动手打你，也不该囚禁你，更不该打死你。林书月心口的那股气终于散去。上次他去了京都，回来之后就听见楚堂说，陆安海真不是个东西。大庭广众之下逼陆奶奶下跪磕头，逼死了陆奶奶。还好这次他就到了陆科义，陆奶奶也没有死。听着陆安海道完歉，林书月松了手，起身问陆科义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处理？算了吧。陆科义轻叹一声，四事终于放下。林书月爷尊重，补充道，我刚刚在给他做心脏复苏的时候，感受到他的心跳有些不太对劲，按频率算1分钟只跳45次。他回忆着，按照我的临床经验推测是冠心病。陆科义了然点头，冠心病的猝死率极高，通常发病1小时就会导致患者失去生命。林书月的表情奇怪起来，他噌的一下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陆科义大骂，放你妈的狗屁，老子好得很。陆科义斜了他一眼，陆安海顿时偃旗息鼓。陆科义牵过他的手往山下走去，我们把外婆接走吧。好接到哪儿呢？随你。那我想外婆离我们近一些，不想让陆安海骚扰她。老婆考虑得真周到。两人说着话，轻松的语调在林子里回荡，仿佛未来的路就在脚下。事情都解决了，日子忽然平静下来，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转瞬即逝。这天林书月和陆科义正在医院查房，突然接到紧急通知，到会议室开会。两人匆匆赶到，院长站在讲台上，沉痛地宣布了一件事：同志们，南城发生地震，急需医护，有没有人自愿前往南城救灾？闻言，陆科义和林书月对视了眼，而后坚定地站起身来。我愿意。第40章，会堂里顿时鸦雀无声。陆科义的话铿锵有力。林书月又想起上次陆科义说都没和他说一声，独自去了南城支援灾区。等自己从京都回来时，陆科义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。想到这，他忍不住伸出手拉住陆科义。陆科义垂眸，看着他的眼睛里满是期望。林书月的心尖被狠狠敲了下，他咳了一声，也站起身。我也愿意。说完，他偏过头去看陆科义，他眼里盛满了笑意，如同向阳而开的太阳花。林书月叹了口气，想去就去吧，只要有他在，绝对不会再让陆科义出事。想到这儿，林书月顺着他手的纹路挤进指尖，两人十指紧扣，有他们2个年轻医生的号召，不少的年轻医生也站了出来，其中就有楚堂。出发那日，身是天清气朗，是久违的好天气。林书月和陆科义坐在大巴车上的窗边，看着医院的牌匾越来越远，舍不得吗？陆科义轻声问。林书月点头，握着他的手紧了紧。我们一起在这里做了那么多的手术，救了那么多的人，会回来的。陆科义将他搂进怀里，吻了吻他的额间。等灾情结束，我们继续在这里做一辈子的手术，救一辈子的人。说定了。林书月昂起头，陆科义俯身亲吻他的嘴唇。说定了，永远永永远远。林书月笑着躲开。这里是在车上，对等回家。陆科义搂过他，按在自己怀里。昨天不是没有睡好吗？再睡一会，到了我叫你。林书月嗯了一声，闭上眼睛，在摇晃的大巴车上睡了过去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林书月和现在判若两人。那个林书月冷漠至极。陆科义撞见穆彦辰在他的办公室，他不仅不解释，还亲口毁了自己的承诺，说自己的职业是医生，不可能只做他一个人的心理医生。在他戳破他的谎言时，他还会理直气壮地指责自己，不想看你发疯。15年了，我给你的安全感还不够吗？这样话，
难以置信是从林书月的口中说出。他看着另一个自己日渐消瘦，心灰意冷。后来奶奶还被陆安海害死，他也为了救一个孩子，被永远埋在了废墟之下。这梦太过真实，甚至很多细节都和现实一模一样。陆柯一忍不住落下泪来，打湿了林书月的衬衫。他立即惊醒，轻声唤他：“柯一怎么了？”陆柯一睁开眼，看清眼前人，后心里的伤痛更甚。怎么了？林书月又问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你好冷漠，就像是之前的你一样。陆柯一说着，整个人的情绪都沉浸在梦里，回不过神。林书月心跳骤停，整个人的脸色都发白。陆柯一觉察到他的异样，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”没，林书月不太自然，眼神放空。不要瞒着我好吗？闻言，林书月愣愣地看着他，声音沙哑：“如果我说那不是梦呢？”第41章，气氛顿时凝滞下来。陆柯一难以置信地看着林书月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林书月艰难地摇了摇头，又抬手按了按太阳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随口说说，想起一些不太好的事情。”他拉着陆柯一的手，一根一根在手里数，翻来覆去，不断确认这双手是真实的，温热着的。眼前的这个陆柯一也是鲜活着的，有着人类的体温。林书月心想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梦见，但只要你活着就好。陆柯一也不多问，他自己也心事重重，太阳穴突突跳个不停，像是有什么大事即将要发生。两人一路无话，直到汽车抵达灾区。陆柯一透过车窗放眼望去，这里桥梁坍塌，楼房倾倒，一片断壁残垣，绝望的哭声与哀嚎充斥在漫天的灰尘里，让人心情沉重。人间炼狱也不过如此。陆柯一和林书月对视一样，不约而同地从对方的眼里看见了悲痛。但只有这一刻，下车后他就和林书月开始了救援工作。时间流逝，被救出来的伤员一个接着一个的送进了救治的帐篷。陆柯一和林书月忙得团团转，车上的事情也被抛诸脑后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没有时间休息，因为每耽搁1分钟就意味着失去一条人命。连续5天，他和林书月都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，两人累得连话都说不了几句，每次钻进睡袋里就匆匆睡去。但尽管这样，地震还是不停在蔓延，送进救治帐篷的人只多不少。10天后，又一次大规模余震发生，唯一通往外界的道路被落石堵塞，无法通行，就连通讯也断了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物资很快告罄。楚堂将所有来参加救援的医院聚集到一起，统一发放了纸和笔。还有什么想对家人说的，可以写下来。接过纸和笔的那一刹，陆柯一下意识地写下了2行字：我是杀人犯的儿子，但我更是医生。一旁林书月看见他的遗书，脸色巨变，他的手颤抖着，心口和腹部难以抑制地传来无边的痛楚。陆柯一对林书月的反应恍如未觉，他仍旧像往日那样，笑脸盈盈地看着自己。书月，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外面突然传来呼救声：医生，医生，快来救人！陆柯一立即起身，提着手术箱朝着帐篷外走去。林书月强忍着痛，跟在他身后。来人见陆柯一出来，立即跑上前。有个孕妇被压在房子下，腿被石头压住了，救不出。陆柯一点头：快带我去。林书月似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即伸出手想要拉住他。柯一，不要去。可陆柯一却置若罔闻，坚定着朝着前方走去。林书月捂住腹部，那里传来黏腻的触感，鲜红刺目，但他顾不上，跟在陆柯一身后亦步亦趋，看着陆柯一从狭小的入口钻进废墟，下面传来不断的哀求声：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下一秒，余震袭来，地面震动，林书月眼睁睁看着陆柯一被掩埋在废墟之下。
第42章，漫天的雨倾泻而下，地动山摇的震感悟的让林书月感觉有些不太真实。他慌忙冲上前去救陆克义，眼前骤然虚幻起来，世界像是被迷雾遮住，顿时天塌地陷，所有的一切都被掩埋。林书月心口疼痛难忍，眼黑乌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滴滴滴，奇怪的声音在林书月的耳边响起，他强忍着腹部的痛睁开眼，白天居然变成了黑夜，眼前的仪表盘不断的响着，似是在提醒林书月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倾盆大雨从破碎的车窗砸进来，林书月清醒了几分，他把陆克义的尸体从医院带了出来，在去安葬的路上出了车祸。林书月用尽全身的力气偏过头，陆克义坐在副驾驶上，脸上的妆被雨水冲得七七八八，露出一张苍白至极的脸。克义，他艰难地咽下喉间的血沫，轻笑着开口：“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你没死。”林书月说着，眼泪顺着雨水倾泻而下。我还梦见我们和好了，我们一起走出了阴影，摆脱了陆安海。嗨嗨，他没多说一个字，腹部的伤口就拉扯的大一分。你还在宋义面前说想和我生孩子，我答应生孩子了。柯义，林书月抬起手想去触碰陆柯义的脸，可他的身体被钉死在了驾驶位上，无法动弹。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，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是他的幻想。陆柯义死了，早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死了，没有等他道歉，没有等他回头，也没有任何话留给他。林书月意识到这些，心痛到快到窒息。或许本来他也要窒息了，总是要耗尽泪眼，痛心的上了一课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，折腾尽了上天给的缘分，才懂得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可惜太晚了。命运和缘分就是这样，半分都不会等人。林书月再怎么痛苦，时间也不会倒转。这时远方传来救护车的声音，林书月收回手，按住不断出血的腹部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实现我的诺言。说完他就闭上了眼。楚唐的声音从远方传来，林书月，你撑住啊，我会救你的，我会救你的，拿除颤仪来。楚唐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似是在害怕些什么。林书月费尽力气掀了掀眼皮，入目是急救室里的手术灯，他动了动嘴唇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楚唐放下除颤仪，俯身靠近他，你要说什么？娟。楚唐顿时眼眶通红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点了点头，又去拿除颤仪。你想想陆克义啊，他不会想让你死的。楚唐泪流满面，我不会替你捐赠器官的，你别睡啊。许清看着林书月逐渐涣散的眼神，轻声提醒楚唐，林医生的求生意志薄弱。闭嘴！楚唐大声喝止，手上的却动作不停，可一旁的心电图机却逐渐平稳，渐渐停成一条直线。林书月疲惫地闭上眼，恍惚间好像又看见了陆柯义。第43章，对一件事情坚持不放下，或者迟迟不肯忘记，就会衍生出执念。陆柯义眉眼精致，一头乌黑的短发，白大褂穿在他身上，莫名带着一股清冷的破碎感。他回头看了一眼林书月，眼神淡然，没有丝毫感情。林书月一瞬就想起了自己在穆彦辰家里换衣服的那次，那时的自己也用这种眼光看过他。他的心顿时像被荆棘紧紧锁住，以前的所作所为幻化成荆棘上的倒刺，狠狠扎进血肉里，痛彻心扉。陆柯义什么都没说，转过身向着光的反向走去，相伴的还有宋姨和陆奶奶。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，林书月一急，立即追上去，柯义等我。与此同时，心电图上滴的一声，心率成为一条漫长的直线。许清沉声宣布，林书月于2016年9月27日晚上12点宣布死亡。所有的遗憾、悔恨、痛苦都随着死亡在此刻画上了句号。楚唐的紧握成拳，泪如雨下。
为什么？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他不解，明明林书月和陆柯义那么相爱，为什么最后会不得善终？许清摸了摸眼角，把手搭在楚唐的肩膀上，轻声安慰：你别太悲痛，他们是我的大学同学。林书月是难得一遇的医学天才，陆柯义是我老师的得意门生。你不知道那个时候，他们郎才女貌，我有多么向往。楚唐说着，双眼渐渐红肿。许清不知道在说什么了。他们见惯了苦难，见惯生死，倘若一直陷在悲伤里，会影响工作效率。悲悯有情是他们，冷漠无情也是他们。一生一行就是这样，不给任何人停留的机会，只能尽人事听天命。楚唐低落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林书月的所有手术都是他做的，从肾脏移植到眼角膜捐献，他也不断的用忙碌麻痹自己。在陆柯义和林书月所有的器官捐献手术做完之后，他特意向院里打了报告，要回了两人的尸体。2016年10月11日，楚唐特地找到了陆奶奶和宋暖的墓地，思虑再三后，他将林书月和陆柯义一起葬在这里。办葬礼时，医院的同事前来祭拜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红了眼睛。楚唐还看见一个熟人穆彦辰，他穿着素衣，拿着束白色玫瑰，放在两人的墓碑前。对不起，如果早知道你们会变成这样，我绝对不会试图插足你们的感情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但我还是想向你道歉。陆柯义，对不起。说完，穆彦辰抬手触摸了墓碑上林书月和陆柯义的脸。人总是要在失去或者做错事情之后才会后悔。玫瑰和愧疚悔恨一起吹散在风里，祭拜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，最后快要结束时，来了一对母子。楚唐看了眼，觉得眼熟。儿子上前来，将手里的白色雏菊放在墓碑前。陆医生，谢谢你之前帮我妈妈交了医药费。他说着，带着自己的母亲朝着陆柯义鞠了一躬后离去。楚唐看着两人的背影，终于想起，这是之前科室里的白血病人，是陆柯义垫付的医药费救了这个家庭。沧桑循正道，常及白衣鸣。楚唐欣慰地笑了笑，柯义，你说的对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